这是一篇枯燥的视频，但也是干货满满的视频。感谢我们的2位保险代理人不厌其烦的解释说明，也感谢孩子们的爸爸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把深色的保险条款整理成比较容易理解的内容。本期内容将以简单的 Q&A 形式呈现。这个视频仅用于分享在马来西亚挑选和使用医疗保险的经验，并不构成实际购买建议，请向专业保险代理人确认具体的保险合同条款。1. 在马来西亚有哪些保险公司和产品可以满足医疗需求？马来西亚最大的保险公司主要都是知名的跨国公司，例如 AIA 友邦、Prudential 保诚、Great Eastern 大东方、Allianz 安联、Generali 中意。这些大型保险公司一般都是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 PIDM 的成员，相当于 PIDM 对这些公司做再保险。和其他保险行业比较成熟的国家类似，马来西亚的保险公司一般都提供医疗险和重疾险这样2种主要产品。重疾险是确诊某项重大疾病后，由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付大额赔偿金，有些保险允许最多赔付3次。而医疗险更偏重于应对长期日常的医疗需求，只要限额足够，也可以覆盖重大疾病的治疗。所以在移居马来西亚后，医疗险是第一个要考虑的保险。在马来西亚，医疗险产品一般被称为医疗卡。这个视频将针对友邦和保诚这2家我们一直在使用的保险公司，对比其医疗卡产品来解答一些常见的问题。2. 医疗卡能覆盖哪些医疗需求和费用？在马来西亚，医疗保险合同一般会约定，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被保险人因病在保险公司合作医院住院治疗的花费，而全马境内的主要医院一般都会包括在保险公司的合作医院名单内，所以使用医疗卡的前提就是要住院这个条件了。这需要获得医生的入院许可，并由医院向保险公司提交理赔申请，而保险公司有时会再向医生确认入院是否必要。不过，大多数医生都会尽力向保险公司说明，帮助被保险人顺利获得保险公司的受理批准。有意思的是，一些日间手术，例如麦粒肿切除手术，有些医院是许可住半天医院的，同样也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另一方面，入院前一段时间在同一医院、其他医院或诊所发生的门诊和医药费用，和出院后一段时间内在同一医院发生的各项费用，都可以包括在本次入院治疗费用一起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例如，友邦和保诚的医疗卡都可以负担入院前2个月的医疗费用，而出院后的费用，友邦可以负担5个月，5个月后对某些疾病会有一些补助，而保诚最多可以负担90天。如果是癌症或洗肾，则没有限制。再来看一下医疗卡的保障范围，它覆盖了手术、住院、医生咨询等费用，具体将取决于保险合同。这里要注意的是，保险合同有可能会写入除外条款，这些条款详细说明了被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的某些健康状况。例如，如果是受保人既有的癌症、肾脏疾病等，那保险公司不会承担治疗这些疾病的费用。但基本上，大部分保险公司的医疗卡能获得3种保障。1. 住院及手术费用，这当中包括住院、手术、病房和住宿、救护服务、药品等相关的所有费用。2. 重大疾病，涵盖36种常见的重大疾病，包括癌症、心脏病、中风等。3. 长期治疗，这对于需要长期治疗或护理的慢性疾病患者特别有用，比如需要长期透析治疗的肾脏患者。此外，有些医疗卡还能覆盖因意外产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定义的意外，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事故，还会包括一些特别情况。
例如吃鱼时喉咙里卡鱼刺，保诚和友邦都是认可作为意外情况的，可以不住院就使用医疗卡来索赔相关的手术和医疗费用。最后，从马来西亚出发去其他国家旅行时，医疗卡还可以覆盖旅行途中的医疗需求，通常是最长90天的旅行时间。友邦的医疗卡规定必须是旅行途中的紧急医疗情况，而保诚则没有这个规定。3. 医疗卡的保额是多少？保额的说法常用于寿险和重疾险，一般是触发保险的赔付条款时，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的一笔金额。而大马的医疗卡有个类似的概念，叫做限额，很好理解，限额越高，缴纳的保费也就越高。限额分为2种，年度限额和终身限额。年度限额指保险公司为医疗费用设定的每年最高限额。假设一张医疗卡的限额是每年50万令吉，而受保人经常生病且需要频繁住院，那受保人该年度只能为医疗向保险公司索赔50万令吉。一般日历新年后，年度限额就会恢复。终身限额指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累计总金额。当累计索赔达到终身限额时，医疗保险合同也就终止了。友邦的医疗卡是年度限额类型的，可以选择每年50万到200万令吉，但没有终身限额。某一年度如果不索赔，友邦会奖励500到2000令吉给客户用于打疫苗和体检等保健用途。保诚目前提供终身限额和年度限额2种类型的医疗卡。2018年我们购买时还只能选择终身限额医疗卡。我们当时购买的这种没有年度限额，但有一个称为医疗价值点，类似于终身限额的概念。保诚的医疗价值点可以选择100万到200万令吉，但值得注意的是，累计理赔超过医疗价值点后，保诚会继续负担80%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而个人自己承担20%。如果连续2年没有发生索赔，保诚的医疗价值点还能以最初投保时的医疗价值点的2%作为奖励自动增加。这种医疗卡还有一个特别福利，当受保人需要做癌症或洗肾的治疗，终身限额会提高至1.5倍，而这个福利是无需增加保费的。保诚目前提供的年度限额医疗卡，它的年度限额可以选择138万到213万令吉，没有终身限额。值得一提的是，保诚的2种医疗卡各自有个特别版，在特别版中，终身限额或年度限额每年都会自动增加10万或15万令吉，无需额外保费。4. 医疗卡能覆盖多少金额？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关注医疗卡另一个重要的条款——免赔额。免赔额是指发生住院时，受保人得自己支付的一笔固定金额。免赔额之外，只要在保险合同的各项限额内，且符合一些常见合理的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一般会有几个档次的免赔额供顾客选择，免赔额越低，保费就要交更多。不过大家先别紧张，发生住院时，常见的免赔额一般都是几百令吉需要自付，其他在限额内的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承担。例如友邦的年度限额医疗卡，免赔额可以选择0令吉或300令吉。保诚的终身限额医疗卡免赔额可以选300到1万令吉，而保诚的年度限额医疗卡免赔额固定为300令吉。这里特别提醒一下，选择医疗卡时，最好再向保险代理确认一下这份保险是不是合作保险。对于一次住院的总医疗费用，合作保险会要求个人承担一定比例，常见的是至少10%。而这种保险就有潜在风险，会让我们的就医成本大幅增加。
友邦和保诚的医疗卡都不是合作保险。还有一个保险条款会影响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因为用医疗卡索赔的前提条件是住院，所以每一份医疗保险合同都会约定一个病房上诉的单日价格标准。如果医疗保险合同约定的是每天200令吉，那受保人住院时就只能选择这个价格或以下的病房，更昂贵的病房就需要自己承担额外的费用。在疫情期间，或者对年长和年幼的受保人，住院时有可能会更需要单价较高的单人病房，这时病房单日价格标准较高的医疗保险就能满足需求了。马来西亚双床病房的价格大致在每天150到200令吉，而友邦的医疗卡病房单日价格标准从150到500令吉可选，保诚的医疗卡的可选范围是150到600令吉。5. 保费一般要多少？每年的递增额，有什么办法可以减缓保费上涨的幅度呢？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较高的医疗通胀，在马来西亚，保险公司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医疗赔付，对于单纯的医疗保险合同，每隔3到4年会将保费提高20%到30%。另一方面，为了降低客户的保费负担，保险公司会提供一种医疗加储蓄的混合保费方案，也就是客户在早期投保时支付的金额略高于纯医疗保费，而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年保费会保持基本稳定，而储蓄的这一部分金额相当于是把钱存在自己的保险账户里，投保4到5年后，只要在账户里保留一小部分余额，其余都可以取出自由使用。这部分储蓄，保险公司会支付利息，虽然比存银行要低，我们自己衡量下来，觉得与其是作为保费上涨部分全部交给保险公司，倒不如存下来还能有一点利息。所以这里列举一下目前不同性别几个年龄的大致保费供参考，具体每个人的情况会不一样，需要和专业的保险代理人讨论。保障的利益是病房单日价格标准200令吉，年度限额或终身限额140万到150万令吉。男性40岁200到300令吉每个月，女性35岁170到250令吉每个月，男性65岁800到1000令吉每个月，女性60岁550到720令吉每个月。签订保险合同后，友邦会要求预付第1年的全部保费，从第2年开始，客户可以选择换成按月、季度或半年来缴费，但是总体金额不变。而保诚没有这个要求。6. 保险公司会一直续保吗？医疗卡其实是需要每年都进行更新或称作续保的。大马的保险分为保证续保和非保证续保2种类型。保证续保只要个人选择续保，并且有按时支付保费，那保险公司就必须续订保险合同。当然，这取决于一些条件，比如受保人没有超过索赔限额，并且未达到最高资格年龄。如果是非保证续保，当受保人患有重大疾病或者将来有可能复发的风险，保险公司就有权选择不续订保险合同。如果保险公司终止续保，而受保人想获得新的保险，就必须向保险公司提交自己当前的健康状况，这可能会要支付更高昂的保险费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疾病还可能会被排除在保险合同的范围之外。不过，只要按时交保费，友邦和保诚的医疗卡都是承诺续保的。7. 医疗卡的实际使用方法。大多数的医疗保险都要求受保人遵守等待期，这意味着购买保险之日起的一段时间内，
通常为30至120天左右，受保人无法向保险公司提出任何索赔。保险公司提出等待期的目的是为了实际观察和确认合同的保障范围，并没有误把受保人的既有疾病包含在内。等待期后就医时使用医疗卡其实很方便。首先要注意，在购买保险、签订合同时，要仔细确认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准确的个人姓名、护照号码和年龄信息，因为在办入院时，大多数情况是医院和保险公司直接联系来为受保人获得保险受理。因为入院需要医生的批准，所以在向医生咨询时，最好根据当时所了解的总体医疗费用、医治流程、周期自己做个估算。如果决定使用医疗保险，建议第一时间就向医生表明，不妨直截了当地询问这次治疗要用保险是否有问题。我们使用医疗保险的经历大部分都比较顺利，只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医生对我们使用保险办入院似乎有点什么顾虑，而我们又不好意思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用保险，结果导致了后面入院的过程多了不必要的延迟。当然最后也顺利解决了，还是要感谢医生，也提醒了我们应该尽早向医生明确使用保险的意向。医生批准入院后，会帮助我们从医院的系统向保险公司递交住院理赔申请，然后就是等待保险公司的确认回复了。医院的系统会收到电子回复，而保险公司也会发短消息给我们的手机，基本都是同步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环节，实际入院前需要向医院支付一笔押金。住院理赔申请递交并批准后，保险公司其实是可以立即直接支付给医院的。在和医生确认住院事宜的时候，最好就明确一下，押金也是由保险公司支付。我们那次入院延迟，除了医院和保险公司沟通环节有点问题，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医生以为我们会自己支付押金，而那一次押金金额又特别高，达到了最后住院总费用的近4倍，我们身上携带的现金和银行卡就不够了。结果我们一筹莫展，只能漫长的等待医院和保险公司沟通和批准了。只要顺利入院，住院期间的所有手术、治疗、药物、食宿的费用，医院都会直接和保险公司结算。当然，前提是要在保险合同的限额内。前文提到的免赔额，需要自己在办理出院时支付给医院。前文也说过，住院前和住院后与本次住院的病因所相关的各项费用，基本都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我们的保险代理说，只要和医生说明清楚，住院前在同一个医院做门诊的各项费用，也可以由医院和保险公司直接结算。就我们自己的实际经历而言，一方面我们会在预计总费用有可能较高时才和医生协商住院的事，另一方面我们也曾遇见过医生明确说医院只负责和保险公司直接结算住院期间的费用，所以我们也都是把住院前后的费用收据收集好，一起委托保险代理来申请赔付了。保险公司的理赔过程就比较简单，除了隔段时间向代理问问理赔核准的进展，基本不用做什么事情。这个过程一般14到20个工作日。不过有一次比较特别，除了委托保险代理申请赔付时提交的医院收据的扫描文件，保险公司后来又要求我们把收据原件也提交过去，才顺利完成了理赔核准。整个过程长达2个月。不过听说这种情况是保险公司为了防止客户重复索赔，有时会从索赔申请中随机抽取几件来要求提供收据原件。我们碰巧就是那个随机的对象了。8. 年龄多大还可以在马来西亚买医疗险？最小年龄呢？友邦和保诚的医疗卡接受投保的最大年龄都是不满70周岁，
最小也可以给未出生的孩子购买友邦的医疗卡，只是他们的保障将会从出生后30天这个等待期之后开始。9. 需要持什么签证才可以在大马买医疗险？第二家园、学生签证、陪读签证和工作签证都可以在马来西亚购买医疗保险。10. 体检要做哪些项目？只要没有大的疾病，友邦和保诚的医疗保险一般不要求受保人做体检。投保时，保险代理会简单地询问有哪些既往病史，这完全在于投保人的自我诚信，也是为以后理赔减少不必要的阻碍。11. 有既往病史的外国人能在大马买医疗保险吗？保险公司一般不会公布一个所谓的拒绝投保的疾病清单。第一原则就是在投保的时候要把既有疾病都告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评估和决定是否要承担这个风险。另外，保险合同还会约定一个等待期，在等待期内如果被诊断出患有这些疾病，保险合同也会失效。根据我们在投保和平时咨询时所了解的，下列这些既有疾病在大多数保险公司比较难获得全部承担。A. 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B. 身体任何部位的所有肿瘤、囊肿、结节和息肉。 C. 泌尿系统和胆道系统的结石。 D. 耳朵、鼻子，包括鼻窦或咽喉疾病。 E. 疝气、痔疮、瘘管、鞘膜积液、精索、静脉曲张。 F. 任何生殖系统疾病，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 G. 任何脊柱疾病，包括椎间盘突出或任何膝盖疾病。 H. 17岁内出现或诊断的先天性缺陷，包括癫痫。12. 申请第二家园必须要买医疗保险，那有基础疾病的外国人是否就不能申请了？申请第二家园只需要提交一份覆盖1年、不限保额的保单，一般只需要在大马本地的诊所做一个普通的身高体重、心率、血压等的检查，保险公司基本都能受理的。有经验的专业2家代理就能够安排合适的诊所做体检，并为客户获得这个保险。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在大马挑选和使用医疗保险的最全答疑了，希望这期视频会对你有所帮助。马上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提前发出这篇内容，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